如今，随着俄罗斯炮火推进，乌克兰已经从北顿涅茨克撤军。这场战争无论怎么看都是俄军占据相当大的优势。目前俄军已经完全控制了卢斯科地区，正对顿涅茨克的一些城市发起攻击。这些城市的乌军已经向郊区撤离，希望能在郊区建立新的防御阵线。当然，乌克兰这边也没有坐以待毙。就在俄军发动攻击的时候，乌克兰这边也动员超100万士兵投入这场卫国战争，并且配备的还是西方先进军事武器，目的就是为了发起反击，夺回已经被控制的南部城市。乌克兰也在社交媒体发布大量视频，证明美国援助的海马斯火箭炮已经投入战场。这还没完，最近美国这边又发起了新援助，而且还是前所未有的，那就是美国议员提议为乌克兰培训 F-15、F-16的飞行员。洛克希德公司顺便还向乌克兰推荐购买 F-16。美国这边也给出了理由，这些议员觉得美军在以往的战争中都是先寻求建立制空权，从而保证战争的胜利，而在乌克兰战场上，乌军与俄军都没有建立制空权，我们应该帮助受苦受难的乌克兰人们，帮其占据空中优势。火力军以前就说过了，乌克兰想胜，第一步就是拿到制空权。这一点相信美国早就看出来，只是没想到居然这么久才提出来。火力军估摸着，应该是美国觉得乌克兰对抗俄罗斯实在太难了，才会提出这样的想法。根据火力军了解，乌克兰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再也没买过一架新型战机。想当初苏联也是家大业大，解体后也给乌克兰留下了不少的家当，像上千枚核弹、数百架战斗机、攻击机、运输机和直升机。结果核弹被人骗完了，这些飞机也被卖了不少，还报废储存了一部分。截止去年，乌克兰空军仅剩下120多架战机，还都是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这些战机使用军龄都已经超过30年，甚至相当一部分达到40-50年，可谓是相当古老的战机了。放到美国，早扔进博物馆展览了。结果呢，这批战机在战争的第一阶段就已经损失的差不多了，只剩下少量战机因为及时转移到西部，从而躲过一劫。之后，这些乌军米格29和杜27在接收到德国等国援助的零件和空导弹后，开始零星地投入对俄军作战任务中，并且还取得了一些战绩。其实，美国想给乌克兰 F-16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去年俄罗斯与乌克兰互呛的时候，洛克希德公司就在向乌克兰推销 F-16，声称其能够帮助乌克兰实现空军现代化的目标。毕竟当时乌克兰空军只有苏27和米格29战机，乌克兰也想购买新的或者二手战机来取代这些。当时洛克希德提出的就是 F-16 Block 7072战机，毕竟 F-16称得上世界最成功、经过实战验证的4代战机。升级版的 F-16还安装了许多先进功能，像 APG-83 雷达、现代化驾驶舱、保型油箱以及先进发动机等。最重要的是，新型 F-16还包括经过验证的救生自动地面防撞系统，可确保飞行员安全返回基地。台湾采购的66架 F-16V 就是这一款。结果当时的乌克兰没钱呢，空军财政状况堪忧，战备水平不佳，后勤保障还跟不上，这一切拖垮了乌克兰的空军部队，完全没办法完成这项计划。而这次俄罗斯的入侵前期就已经导致乌克兰空军战机损失殆尽。战争开始没多久，美国就积极讨论向乌克兰紧急交付 F-16的可能性。首先考虑的就是波兰空军，因为波兰拥有36架 F-16C， 虽说比不上最新版本的，但至少也能解决乌军燃眉之急。只是波兰视这批 F-16C 为国宝，不肯转交乌克兰，只肯转让苏联制造的米格29战机，而且还需要美国拿 F-16来换。但美国并没有上钩，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如今战争持续已经近5个月，乌克兰与俄罗斯都没有建立自己的空中优势。这时候，乌克兰的飞行员就提出了希望能够援助先进战机，因为空军并不缺飞行员。如果北约能够提供 F-16，乌军是有能力扭转战局的，而不是像现在只能依靠少量米格29打游击搞偷袭。所以乌克兰的飞行员觉得，现在最应该购买的就是现代化战机与防空武器，这样可以使空军迅速建立空中优势，而是不会现在不加选择的采购昂贵且数量稀少的高科技武器。
熟悉乌俄军事的朋友估计都对这场战争有疑问，为什么这场战争跟我们之前看到的不一样呢？以前的战争要么胜要么败，就连参与国家众多的海湾战争都只打了41天，俄乌战争一打就是近5个月，偏偏一点结束的迹象都没有。其实主要还是俄罗斯跑步进场准备极其不充足，没有制定战略计划就来了个四面夹击，偏偏兵力又不足，所以2月底的那几天，俄罗斯只打下一个赫尔松，接着包围乌克兰一系列城市，偏偏乌军不上当，反而组织兵力进攻俄罗斯补给线，这是俄军没想到的，所以兵临基辅的35集团军趴窝了，哈尔科夫近卫第1集团军也趴窝了。偏偏苏俄制战机对空强，对地弱，高空精确轰炸能力很弱，要么低空扔铁炸弹，要么高空扔昂贵的精确制导炸弹。俄罗斯空天军的苏35、苏34大部分时间都是低空扔炸弹，这也让西方的星光毒刺导弹笑了。至于俄罗斯的坦克呢，受限于弹仓位置问题，容易被开罐，不管是 T72、T80还是 T90， 装甲都不够硬。T90 第一次被击毁还不是被标枪摧毁的，而是被古斯塔夫无后坐力炮，甚至北顿战役之前，乌克兰用榴弹炮击毁了俄罗斯70多辆坦克装甲车，这放在挑战者豹2或者 M1 身上是不可想象的。以至于后来俄罗斯打开博物馆，把能用的都搬出来，不管是 T62 坦克还是斯大林之锤，通通运到前线，顺便调来叙利亚志愿军，车臣又增兵10来万，这样俄罗斯占领区缩小了1倍，兵力又增加了1倍，总算在顿巴斯赫尔松一线站住脚了。在这5个月的时间里，乌克兰始终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缺乏与俄军对抗的坦克和战机，这也是为什么第一次反攻赫尔松失败。所以这场仗打成这样的原因是俄罗斯战机坦克拉胯，乌克兰的更拉胯，双方真正能用的只有轰炸机与火炮。战争也打回了一战状态。乌克兰现役装甲车分为3类，第一类就是开战前自己的，就是网上传的纸面上的数据，这些武器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第二类就是从俄军那儿缴获的，比如乌克兰最精锐的陆军93旅就有14辆 T80U。第三类是盟国援助的，数量非常之少，网上的数据差不多是30架左右的米格29、10架左右苏25以及200辆 T72。数量少不说，还不如从俄军那儿缴获的质量好，这也是乌克兰不能主动进攻的根本性制约因素。同时这也导致了乌克兰背靠大城市的战绩优秀，因为有建筑物做掩体，俄军坦克飞机发挥作用有限，而小城却守不住。同时后方还不断被俄军轰炸机骚扰，面对图22这种高空轰炸机，乌克兰显得非常乏力。所以要解决根本性问题，乌克兰需要一次性获得100架 F16与200辆左右的豹2或 M1。 F16 可以拦截图22轰炸机与苏57战斗机，有了靠谱的坦克飞机，乌克兰可以随心所欲地发动反击，主战坦克加标枪，俄罗斯陆军根本不是对手。有 F16， 俄罗斯还想玩炮战？做梦！就凭乌克兰拿米格29敲掉苏35，换了苏联飞机克星的 F16， 空天军也就不敢出动了。至于坦克这边，德国已经同意援助乌克兰豹式坦克，原以为乌克兰能够获得豹2主战坦克，结果莱茵金属公司准备向乌克兰提供50辆豹1型主战坦克的援助。先不说援助的是豹1这种早已落后于时代的老爷车，这些豹1坦克并不是德国陆军退役封存的，而是当初购买豹2坦克的国家将老式坦克退还给莱茵金属公司的，可以说是废弃垃圾。如今还有没有战斗力还得另说呢。而美国那边也承诺要给乌克兰一批坦克，只是不知道能提供什么样的坦克。坦克是只能算是期待美国给点好东西，而战斗机才是最后一关，也是美德法最难下决心的一关。随着俄罗斯不断作死，他们会下决心的。那么现在的乌军又处于停滞状态，等待新一批军援。俄罗斯已经开始砸开博物馆仓库，往前线运斯大林之锤了。我们期待着 T55 重回战场。接下来的战争走向按着美乌既定计划，顿巴斯方向继续后退，坦克海马斯在2翼发动反击。如果 F16 到货了，那就可以从顿巴斯中央突破了。以乌克兰现有的武器，只能维持战线，不可能产生战略上的质变。
这时就有人说了，开惯苏制战机的乌克兰飞行员能开美制战机吗？当然能，美制装备可是公认的比苏制战机好用，而且乌克兰已经有一批飞行员正在接受美国训练，所以未来战场关键还是在于 F-16与先进坦克的进场。其实向乌克兰提供西方先进战机从来不存在技术难题，阻碍乌军获得战机的关键是政治方面。毕竟直接向乌军提供西方战机这类的进攻性武器，就等于北约参与这场战争。而且从经济方面来看，虽说北约各国都有比较老旧或已经退役的 F-16，但这些飞机还能给所在国家带来不小的利益。要知道，二手的 F-16在军火市场也是畅销货，再加上俄罗斯在旁边一直跳脚，所以这些国家不会轻易援助战斗机之类的装备。万一导致俄军吃亏后把邪火发到西方国家呢？只是战争持续这么久，对国际影响已经太大了，包括能源、粮食之类的，所以很多国家都倾向战争能够早日结束。现在对于乌克兰来说，最重要的就是 F-16战机。这种战斗机什么时候到货，乌克兰什么时候赢。值得一提的是，据说瑞典新援助了乌克兰一批防空导弹，发射具是瑞典造的，导弹是 AIM-120。F-16可以直接挂在 AIM-120进行空战。如果消息为真，那么瑞典此举就是在为 F-16进乌克兰铺路。此前还有消息称，美国正计划向乌克兰出售4架 MQ-1C 灰鹰无人机，还会出售配套的 AGM-114L 地狱火半主动激光制导反坦克导弹。灰鹰无人机能够携带4枚地狱火导弹，比乌克兰军队现在拥有的所有无人机都要先进。包括土耳其制造的 TB2 与 TB2 等乌克兰军队已经拥有的无人机不同，灰鹰具有卫星通信能力，这意味着只要美国为乌克兰提供通信中继卫星服务，灰鹰的作战半径可以达到3700公里。足够大的作战半径被认为是美国一直没有向乌克兰提供灰鹰这类大型无人机的主要原因。依靠灰鹰，乌克兰可以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进行纵深打击。根据美国陆军预算文件，每架灰鹰报价1000万美元。只是西方国家对于这类进攻性的武器非常谨慎，一方面担心提供杀伤力过大的武器会激怒俄罗斯，导致局势升级；另一方面也在担心，如果将先进武器送到乌克兰，最终可能落入俄罗斯手中。无奈之下，美国突然叫停了4架 MQ-1C 灰鹰无人机的援助计划，原因就是担心无人机上安装的雷达以及监控设备都被俄罗斯获取，不论是 AGM-114 或是 AIM-92 等导弹。对于俄罗斯而言，利用价值极其有限，反倒是机载 ANZPY-1 合成孔径雷达以及 ANAAS-52 多光谱瞄准系统等电子设备，却是俄军求之不得的战利品。假如灰鹰无人机在俄乌战场上不慎落入俄军手中，而且机载设备基本完好的话，那对俄军而言，其价值远高于攻克乌克兰据点或歼灭乌军部队之类常规战果。其最突出的作用就是为俄军在机载电子设备领域提供了一个极具参考价值的模板。进一步说，让俄军在合成孔径雷达和多光谱瞄准系统领域获得了美国军工体的前沿技术与最新资料，转而再通过逆向工程开发生产出同类产品，进而列装在自家无人机、直升机等装备上，从而缩小与西方国家在军事电子设备领域的差距，因此其意义不可估量。另外，乌军飞行员也觉得无人机真不如 F-16， 虽说 TB2 为乌克兰立下不少功劳，比如轰炸俄军装备和运输车队，成功拖延了莫斯科对基辅的闪电战攻势，最终迫使俄军彻底撤出北方战线。然而对于目前战况来说，尤其是俄罗斯在战区构建防空网之后， TB2 无人机已经很难有发挥空间了。无论是 TB2 或 MQ-1C 携带的攻击武器射程都太短，只要一进入火力强大的防空网，生存率就很低。尤其在顿巴斯地区，已经几乎没有大型无人机的生存空间。何况 MQ-1C 比起 TB2 贵了很多，还不如把钱拿去买战斗机。
相反，这时候乌军更需要的是美制先进4代战机，以 AESA 雷达配上长城空对空和空对地武器，才能有效击毁俄军在顿巴斯部署的防御阵地。乌军飞行员即便不会操作 F-16，但也可以进行专门培训。对于此时的乌克兰来说，争夺制空权才是赢得战争的关键。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840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在批准的修正案中规定拨款1亿美元用于训练乌克兰飞行员，特别是 F-15和 F-16。所以说，乌克兰空军未来获得 F-16这类先进战斗机可能性很大。如果可以的话，北约预警指挥体系的支持下，乌克兰空军就有机会发挥更大作用，包括掌握前线甚至俄罗斯境内前纵深地区的制空权，并对俄军后方进行打击。现在只希望 F-16早日来到乌克兰，乌克兰人民早日获得胜利，摆脱苦难。你们觉得美国最终能否为乌克兰提供 F-16战机呢？这批 F-16到了乌克兰战场又能否发挥作用呢？欢迎评论区谈论一下。我是火力军，咱们下期再见。